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惠子。宝可梦系列中曾出现了2部几乎一模一样的剧场版，这2部剧场版同时上映，内容上除了部分路人宝可梦和主神之外完全相同，可以说这是官方对于2版本封面神的一次大胆创作。这就是比克提尼与黑白英雄剧场版。2部剧场版分别构筑1位作为主角，同时又共用1份剧本，但是名号上是2部剧场版。这种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是偷懒的方法，除了骗到那些不看电影介绍和不看论坛的小朋友，似乎并不能带来什么额外收益。于是官方再也没有用过这招去做剧场版，倒是直接3D 重置了一波超梦的逆袭，这更加偷懒。那么就和我一起来看看这部剧场版讲了什么故事。我选的是黑这部剧场版。首先出场的是德雷多，他带着人造细胞卵在路上救治了一只斑斑马。德雷多显然是知道斑斑马的主人，就带着他来到一处村落。村民虽然对德雷多表示感谢，但是对于他所说的迁移部落的想法还是提出了拒绝，并且听上去这不是德雷多第一次来游说了。村民表示大地之谜原居住地只是个传说罢了，何况这里他们也能居住，他们不愿意去冒那个险去开拓一片新的居住地。正当2人争执不下的时候，因为躲避沙尘暴，一群慌不择路的抱抱头水牛朝着村落的方向冲来。想都不要想，如果放任抱抱头水牛冲锋，村落必然会被夷为平地。就在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德雷多一个人已经动身，他似乎是想去阻止抱抱头水牛，但是凭什么？就在村民觉得德雷多是去送死的时候，德雷多大手一挥，天空中飞下一只白色的宝可梦，那是合众地区的1级神火系龙系的莱西拉姆。莱西拉姆仅仅一招焦速火焰就把沙尘暴打碎，接着用青焰阻挡了抱抱头水牛的步伐，迫使他们停下来。接着德雷多再一次请求众人回到原住地。莱西拉姆使用心灵感应说出真实就在希望之地后，带着德雷多消失了，留下一脸疑问的众人。视角转到小智这边，小智在悬崖边帮助2只即将坠崖的萌芽鹿，但是由于崖壁太过陡峭，超级真心真人小智也有点难以保持平衡。好在一旁暗中观察的比克提尼伸出援手，获得了比克提尼力量的小智一跃就是好几米，直接跳到了对面一侧的山头上。这一操作把爱丽丝和天童直接看傻了。小智感受到山洞中有风，于是断定一定有出口，就和伙伴约定在另一侧出口见。但是山洞中情况错综复杂，小智很快迷了路，好在比克提尼使用超能力将小智指引到正确的路线。小智走着走着，发现到了一个布满晶体的洞窟，在小智的喊话声下，似乎晶体活跃了起来，在那中心的是一颗黑色的石头，但是小智并没有注意到，而是继续跟着指引向出口方向行走。最终小智和天童爱丽丝会和3人来到名叫大地之剑的城堡。聊天之余，小智肚子饿了，于是天童拿出了自己做的小圆饼分给大家吃，小智却发现自己手上的一块饼不翼而飞，觉得十分奇怪。其实是比克提尼依靠隐身技能把小智的饼偷走吃掉啦。比克提尼故技重施的时候被烟花吓到噎住了，这回他被小智撞见，但是由于还是隐身状态，小智并没有细究，就跟着同伴跑出去参加这个镇的对战大会。小智等人从一个摊位上了解到了比克提尼的传说，而这个会带来无限力量和胜利的宝可梦也引起了火箭队的注意，他们自然也想要抓这个稀有的宝可梦，却没料到比克提尼不仅就在旁边偷听他们讲话，还顺便吃了武藏一块水果。在镇长发言完毕后，宝可梦对战大会正式开始，只要把参赛者打完就算赢。结果在比克提尼的作弊加成下，小智的暖暖猪和滑头小子都展现出了不应该有的战斗力。女配也在对战中看到了比克提尼给小智宝可梦力量的过程，于是他告诉小智等人滑头小子获得力量的真相。我说这些话你对裁判说才对吧？于是小智回忆起之前遇到的种种怪事，然后拿出小圆饼感谢比克提尼。比克提尼还真的不禁诱惑，立马现身吃饼。于是小智一行人很快和比克提尼成为好朋友。但是比克提尼在这里并不是自由身，而是被什么神秘能量限制了行动范围。在小智愣神之际，比克提尼飞走了。于是众人开始讨论比克提尼去哪儿了。
天童表示，人伤心都会去美好的地方。那么这块地区最令人安心的地方，应该就是现在比克提尼的所在处。于是众人来到镇长果园，在野生宝可梦引导下，小智等人来到一个池塘边。小智对其表示歉意，他也很快就消了气，和小智打闹起来。而一旁的德雷多表示需要比克提尼的力量，不知道在计划着什么东西。接着镇长和众人科普了大地之名的过去，因为杰克罗姆和莱西拉姆拥有者的对立，导致大地之名居民地龙脉混乱。为了保护子民，国王向比克提尼求助，比克提尼使用无尽的力量，将城堡移动到龙脉核心之处，镇住了龙脉。但是国王耗尽力量死去了。听完故事，众人感慨不已。小智等人沉浸于这片祥和的生活中，有野生宝可梦陪伴，比克提尼似乎在千年以来也并不孤独。德雷多表示自己现在有了回到故乡的力量。一开始分散在各地的大地之民并不相信德雷多的话，但是德雷多凭借着坚定的信念，成功得到了莱西拉姆的认可。拥有传说力量的德雷多也终于得到了部分大地之民的认可，他们纷纷加入了德雷多的回乡计划之中。比克提尼梦到了仙王，伤心地哭了起来，而小智察觉到他的情绪，与他定下了去看海的约定。此时德雷多开始自己的计划，先派出象征鸟把石柱拔起，接着利用缩小的结界把比克提尼困住，开始抽取比克提尼的力量，并且在许多超能系宝可梦的帮助下，城堡开始在空中移动。因为大地之间的移除，龙脉重新展现。确实在德雷多的操控下，原本的不毛之地重新焕发生机，看上去大地之名回乡计划非常顺利。现在只要把大地之剑插回原本的位置就行。但是比克提尼这回不愿意给出太多力量，因为被强制抽取力量，他非常痛苦。小智不想看到比克提尼受苦，于是准备帮忙，但德雷多才不会让他这么做，派出人造细胞卵控制住小智等人。接着就是一段打斗，在莱西拉姆的帮助下，众人全部被德雷多控制。但是此时龙脉出现了异常，这不是比克提尼不肯出力的原因，也不是德雷多操作失误，单纯是因为这座城堡原本就是为了压制混乱龙脉而插在这个位置的。如今移开，龙脉自然是再次紊乱，而这一次将会有灭世的风险。这点是仙王告诉比克提尼的，比克提尼因此才不愿意使用力量，而他通过意念传给了小智。而因为龙脉混乱是在莱西拉姆沉睡时候发生的事，所以莱西拉姆本身并不知道移动龙脉会灭世的问题。事到如今，阻止德雷多只能依靠另一只传说宝可梦杰克罗姆。小智想到了自己之前来的洞窟，便带着众人前去，但是除了小智，其他人都被鬼打墙了。感受到比克提尼的痛苦，小智加快速度前往深处，最终他通过了杰克罗姆的试炼，抱着拯救比克提尼和充满理想的决心，杰克罗姆认可了小智。而此时地面的龙脉已经完全混乱失控了，但是德雷多并不知道，于是尼奥巨人和莱西拉姆又打作一团。眼看尼奥巨人要被打死了，关键时刻小智带着杰克罗姆出现，挡下了攻击。要知道这部剧场版主角是黑英雄，那莱西拉姆必然打不过杰克罗姆。杰克罗姆带着莱西拉姆看着失控的龙脉，问道：你看你都保护了些什么？莱西拉姆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赶忙回去救比克提尼。而小智这边又开始迷惑行为，就是不告诉德雷多龙脉失控的事实，把德雷多人造细胞卵一顿暴揍后，就去救比克提尼。比克提尼被救出来，城堡失去动力，莱西拉姆和众人才告诉德雷多龙脉失控的事实。德雷多懊悔不已。此时龙脉的失控直接反噬了大地之剑，城堡随时有坍塌的危险，但是因为存在结界，比克提尼无法逃脱。而小智为了保护比克提尼，竟然也没打算逃跑，大地之剑继续上升。在超高空，小智被冻得瑟瑟发抖。此时德雷多骑着尼欧巨人并带着双龙过来帮忙，但是就算是传说之龙也无法打破结界，大地之剑越升越高，小智眼看就要被冻死了。比克提尼为了救小智使出了 V 热焰，这招只有比克提尼和裂空座才能使用。这招成功的打碎了结界，失控的能量排出，大地之剑在众人的帮助下重新移动，接着在龙脉源头落下，成功再一次镇住了龙脉。
在这里离海很近，小智很伤心，约定一起来到海边，但是比克提尼却不在了。小智丢出小圆饼纪念比克提尼，却没想到小圆饼在空中被接住，然后一点点的被吃掉。比克提尼并没有死，而德雷多也向大家道歉，自己差点造成了世界毁灭，但是众人自然是原谅了他。双龙看见事情解决就跑路啦，剧场版结束。这部剧场版怎么说呢？没有纯粹的坏人，德雷多也是为了众人的梦想做出的事情，谁知道发生这样的后果？比克提尼又不说。总之故事完成度很高，但是中间部分冲突真的很迷，大家敞开了说话可以省很多功夫。我是惠子，咱们下期见。